大家好，夏天要多吃花生米。今天用花生米给孩子们包了一大锅饺子，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，很多的人都没有这样吃过。味道鲜美又酥香，馅料还不出水，做法简单，家人都特别的喜欢吃。首先准备150克的花生米放入盘中，将坏掉的花生米给它挑出来，不然吃起来会特别的苦。全部挑好之后，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饼铛，不用刷油，直接把花生米倒进来，用手给它铺均匀，然后开上下火，给它盖上盖子，烤上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根洗干净的黄瓜，用擦丝器给它擦成细丝。黄瓜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夏天我们要多给孩子们多吃一点，对身体好。擦好之后，往里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白糖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加入白糖腌出来的黄瓜没有青涩味，并且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脆爽。搅匀后，给它腌上10分钟，腌出里面的水分。现在我们的花生米也烤得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花生米已经变成像这样的虎皮色了。随便拿起一个，用手轻轻的一搓，外皮很容易就搓下来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用一个铲子盛出来，放入碗中放凉。这时候我们的黄瓜也腌好了，给它倒入一个干净的纱布里。用力挤出里面的水分，挤出来的黄瓜汁也不要浪费了，待会儿还要用。挤好的黄瓜丝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切碎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盆中准备300克普通面粉，然后用挤出来的黄瓜汁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这样黄瓜的营养不会流失。如果黄瓜汁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加点清水，搅拌成面絮状，然后下手揉成面团。最后揉成像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面20分钟。我们的花生米晾凉之后，用手将它的外皮搓下来。花生米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平时我们要多给家人吃一些花生米，对身体好处非常多。然后倒入一个篮子里，把搓出来的花生皮过滤掉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直接倒入绞肉机里面，将它打碎，也不需要打到太碎，保留一点颗粒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打好之后，倒入黄瓜的碗中，加入1把葱花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调味，1勺五香粉，再浇上刚烧好的热油，激发出葱香味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花生米和黄瓜碎充分融合在一起。花生米搭配上黄瓜，这样调出来的馅料口感鲜嫩酥香，还不出水。哇，闻起来太香了！像这样我们的花生黄瓜馅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醒好的面团移到案板上，给它切成小块，方便操作。取一小块再揉一揉，揉好之后整理成圆形，按扁，再用擀面杖擀开，擀成一个圆形的大面片。最后擀成厚度1毫米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找一个瓶盖或者是一个模具，将面片扣成饺子皮。扣好之后，再将多余的面接下来，再按照以上的步骤全部扣完。看一下，这样扣出来的饺子皮大小一致，并且简单又快速，不会擀饺子皮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取一张饺子皮，上面放上调好的花生馅，多放一点馅才会好吃。用我们平时习惯的手法包起来，像这样一个饺子生胚就包好了，依次全部包完。锅中提前烧开水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用盐，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皮，并且饺子汤有淡淡的盐味，也非常的好喝。依次下入包好的饺子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
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饺子全部放好之后，用勺子搅动几下，防止粘连，开大火烧开。素馅的饺子打过一次凉水就可以，再次煮开之后，看到饺子全部浮起来，像这样鼓鼓的就是熟透了，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道非常好吃的花生黄瓜馅的饺子就制作完成了，颜色翠绿，太有食欲了。看一下皮儿薄馅大，里边满满的花生黄瓜馅，看着就好吃。花生碎吸足了黄瓜的水分，馅料鲜嫩营养，酥香又美味，不放鸡蛋不放肉，真的是比吃肉还香。这样做出的饺子，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保证你吃一次就会喜欢上它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夏天一定要多吃西葫芦，今天用西葫芦加一把粉条，给家人做了一大锅包子，学会这样调馅，不放虾，出锅比三鲜馅还好吃，营养又美味，大人孩子都爱吃。首先准备一个洗净的西葫芦，先去头去尾，然后改刀给它切成大片儿。再切成好看的细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后放入大碗中，加入一大勺的食盐，用我干净的小手抓拌均匀，先放一旁腌制5分钟，腌出里面的水分。再准备一个空碗，往里面打入3个完整的鸡蛋，加入半勺白醋去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白醋能让鸡蛋更加蓬松好吃。搅匀后，先放一边备用。1块生姜切成片，2颗香葱切成小段，切好之后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倒入1勺食用油，油热后把葱姜炒香。炒香后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加入1勺生抽、半勺老抽，少许五香粉，然后放入1把红薯粉条，开大火煮开，让粉条充分的上色。搅匀后，关火先泡着备用，另起锅倒油。油热后把鸡蛋炒散，炒成鸡蛋碎儿。像视频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这时候西葫芦已经腌好了，用干净的小手挤干水分，然后先放入大碗中备用。粉条也煮好了，给它捞出来，放在案板上给它切碎。看一下粉条的颜色非常的漂亮，看着更有食欲。切好之后，放入西葫芦碎的碗中，鸡蛋碎也放进来，再加入一点葱花和姜末，有条件的来1勺虾皮提鲜，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鸡精，1勺芝麻香油增香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和调味料融合。像这样，我们的西葫芦粉条馅料就调好了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盆中放入300克的面粉，加入5克的酵母粉，1勺白糖促进酵母发酵，先搅拌均匀，然后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，水温大约30度左右就可以。搅拌成大面絮状，再给它揉成面团。
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不用发面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再给它揉一揉，揉光滑，这样包出来的包子外皮才雪白油亮，口感柔软劲道又好吃。揉好之后，再给它搓成长条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在上面撒上点干面粉，再把每一个剂子用手整理一下按扁，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包子皮。像这种大包子皮不要擀得太薄了，稍微的厚一点才柔软好吃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放入馅料，用自己熟练的手法包成包子。像这样一个包子生胚就包好了，全部包好之后，直接放入蒸锅里，中间留点空隙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每一个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包子生胚全部放好之后，给它盖上盖子，先不要着急开火，给它醒上10分钟。现在天气比较热，1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的包子已经胖乎乎的了，这样就说明醒好了。再次盖上盖子，凉水上锅，水开之后蒸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又焖了2分钟。好了，快速的打开盖子，哇，白白胖胖的，好漂亮呀！用手按压，能快速回弹就是熟了。把它取出来，放入盘中。一道简单又美味的西葫芦粉条素馅包子就做好了，外皮雪白又松软，里面的馅料鲜香美味，粉条也非常的入味。每次这样，连我家爱挑食的孩子都抢着吃。这样做的包子不用发面，一次醒面成功，非常的节省时间，当早餐也非常不错。关键是家里老人和孩子都爱吃，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